نعيشوها تشالنج مستحيل وير هابن هذه هي لاتيتيود دايما موتيفيشن هي بيور ديفوشن ايامنا عطرون Then comes the winning sometimes I win again Then comes the end the stand for success大家好，我是查克。今天终于来到了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。我现在是在 JAR Stadium， 这里是中国队的大巴，然后这里呢是日本队的大巴。我是在下午2点的时候就已经进到了球场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日本队的守门员就已经在做热身的活动了。紧接着呢，日本队的其他球员也开始走到了场地进行一个热身。这个时候，中国队还没有出来热身。关于这个赛前的热身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观摩对手。尤其是我在世界杯的时候，也是看到了很多强队他们在赛前的一个热身，他们的一些热身的科目，就相比较几年之前我在中超看的一些科目，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。当然，现在中国队他们在做的这些热身，这些科目与世界的这个强队也是比较类似的，但是从我个人在现场的一个观察来看，日本队和韩国队是亚洲最好的2支球队，他们对赛前热身，甚至是对训练的这种态度，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，这是独一档的。日本队和韩国队通常会比对手更早的进入到赛场进行热身，这是我在现场，不管是世界杯还是本届的这次20岁以下的亚洲杯，在现场看球最大的一个观感。当然了，我相信中国队的教练组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热身计划和安排。在中场的时候，负责转播的一个小哥，一个法国的人过来也在找我聊起了这个事儿。他是跟我有同样的观感，因为他负责这个场地的转播。昨天韩国队也在这里比赛，他跟我的观察也是一样的。他说日本队都已经在做一些很专项的一些科目的练习了，这时候中国队才出来开始慢跑热身。Number 7, 7-ci rakam Kuryu Matsuki. Number 1, Lee Hao. Number 2, Hu Hetao. Number 4, 4-ci rakam Yan Min-jie. Number 5, 5-ci rakam Liu Haofan. Number 7, 7-ci rakam Ayfeyerdin Aysigayer. Number 9, 9-ci rakam Bayhelamu Abduwaili. Number 12, 12-ci rakam Zhang Yixuan. Number 14, 14-ci rakam Qiu Bin. Number 15, 15-ci rakam Xian Rongjun. Number 80, 18-ci rakam Chen Zhexuan. Number 21, 21-ci rakam Cherjati Yuer. Head coaches Jamal Bosch Murabbi, Antonio Puche Vicente from Spain. 赛前特别有意思的一件小事儿，就是日本队在热身结束之后，有一个日本队的助理教练跑到了中国队的这边替补席，然后做手势问他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球，因为日本队这边训练结束之后，在捡球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球，然后就赶紧跑过来，然后中国队这边告诉他没有，然后他就又去到了场边广告牌后边去找这个球。在中场的时候，我和法国小哥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细节。我说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 myth， 一个小小的迷信，在训练结束之后带进来多少球就要带走多少球，不能在赛前丢球。我告诉他，在中文当中丢球
lost the ball， 跟在比赛当中失球是同样的一个意思，就是 concede a goal。说实话，作为中国球迷，能够在洲际比赛当中唱自己的国歌，机会真的是难得。所以，当国歌奏响的时候，那种激动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中国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，在罚角球之前，应该是进攻教练杜振宇一直在喊拉姆拉姆，然后给他做了一个手势，让他如何来跑位来争这个角球。没想到中国队在第一次角球进攻当中就取得了进球。Goal for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 by player number 5, Liu Haofan。说到这个9号白克拉姆这个球员，我觉得他在这场比赛当中被助理教练们 Q 到最多的一个球员，经常是所有的助理教练都在喊拉姆拉姆，然后给他布置。1.9米多的一个大个子，进攻的时候要当边锋冲到对方的底线，防守的时候又要跑到自己的禁区前，上下的来这样跑。日本队和韩国队在上半场的时候，他们的替补球员也会在场边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热身。在下半场的时候，日本队和韩国队他们的替补球员的热身科目就会变得更加的具体，然后强度也会更高，而且他们这个热身是持续到全场比赛结束的。日韩的球队，不管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，他们的替补球员从上半场一直到全场结束，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热身。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热身强度不亚于真的上去踢了一场比赛。现场它并没有大屏幕来展示比赛的画面，而且本届U20亚洲杯也没有启用 VAR， 也就是视频处理裁判系统，所以对于一些争议判罚，对于我们在现场的球迷来说，我们是不了解的。但是中国队的教练组的确是非常的激动，也因此吃到了2张黄牌。这个小门将还是非常的给力，至少可以把这个净胜球保持在-1。在比赛结束之后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，就是双方的球员在握手完成之后，然后两队的球员来到了对方教练组和替补席的面前，鞠躬向对方的教练组来致意。中国队在比赛结束之后呢，教练组也是把所有的球员叫到了场地里，然后围成一圈进行了一个训话。面对日本队夺冠大热门，仅输1个球，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？而且还有2场比赛，还有6分可以拿嘛。所以在退场的时候呢，我也是跟球员这边鼓掌致意。在赛后呢，我也是遇到了一位日本球迷，他呢是从日本飞过来的，我们俩就一起合了一张影。我问他，那你酒店订到什么时候呢？他说 until the final， 决赛之后。不得不说，日本的球迷还是很幸福的。他们有这样的底气，可以把这个酒店直接订到决赛后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订到了13号，也就是8强战。那么接下来中国队还有2场小组赛，分别是6号和9号，希望他们能够踢
11号和12号的那2场8强战。那么也希望这些小伙子们能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我们一些机会，能够今年6月份去印尼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下场再见。